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北上收官文案，随着最后一幕缓缓落下，电视剧《北上》以其细腻的情感刻画、深刻的主题探讨以及演员们精湛的演技，为观众献上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。在众多赞誉声中，白鹿真的很真诚一女孩，演技也特别好。北上简直是催泪神剧，成为了网友们最为共鸣的评价。这不仅是对白鹿个人魅力的认可，更是对整部剧集深度与温度的高度赞扬。北上以独特的视角，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情感之旅。白鹿在剧中饰演的角色，以其纯真无邪的笑容背后隐藏的坚韧与执着，深深触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弦。她的每一次落泪，每一次微笑，都仿佛是在无声地诉说着角色的内心世界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，与之同悲共喜。白鹿的真诚不仅仅体现在她对角色的深入理解与精准演绎上，更在于她能够将那份纯粹的情感传递给屏幕前的每一个人，让观众在角色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，感受到那份共鸣的力量。演技方面，白鹿在北上中的表现无疑是可圈可点的。她细腻地把握住了人物性格的多面性，无论是面对生活的艰辛时的无奈与坚持，还是在爱情面前的勇敢与牺牲，都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尤其是在剧中的几场重头戏中，白鹿的眼神戏尤为出彩，无需过多言语，一个眼神便能传达出千言万语，让人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波澜壮阔。这样的演技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心，也让业内人士对她刮目相看，证明了白鹿作为演员的专业素养与无限潜力。而北上之所以被誉为催泪神剧，不仅仅是因为白鹿的精彩演绎，更在于其剧本的深度与情感的真挚。该剧通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纠葛，展现了人性中的善良、勇敢、牺牲与成长，让人在泪水中看到了希望，在绝望中找到了力量。每一个角色的命运起伏，都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人性的光辉与阴暗，引人深思。剧中不乏感人至深的场景，每一次情感的爆发都恰到好处，既不过分煽情，也不失其真挚，让人在观影过程中不断被触动，甚至久久不能自已。网友们的评论是对北上及其所有主创人员努力的最大肯定。白鹿作为剧中的灵魂人物，她的真诚与演技无疑是这部剧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但同样值得称赞的，还有导演对镜头的精准把控，编剧对故事的精妙构思，以及其他演员们的精彩配合，共同成就了这部感人至深的作品。北上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，它更像是一次心灵的洗礼，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暂停脚步，去聆听那些被忽略的声音，去感受那些被遗忘的情感。它教会我们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都要保持一颗真诚善良的心，勇敢地去爱，去生活，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。白鹿在剧中的表现，无疑是对这一主题的最好诠释。此外，北上的成功也为国产剧市场注入了一股清流，证明了用心制作、真诚演绎的作品永远能够赢得观众的认可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人们渴望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刺激，更多的是心灵上的慰藉。北上以其独特的魅力，满足了这一需求，成为了一部值得反复品味的佳作。回顾整个剧集，从最初的期待到最终的感动，我们见证了白鹿的成长，也见证了北上所传递的力量。它让我们相信，真诚与善良永远是最宝贵的财富，而爱与希望则是我们前行的动力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愿我们都能像北上中的角色一样，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，用真诚与善良去温暖这个世界，让爱与希望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角落。随着北上的收官，
我们不仅收获了感动与思考，更收获了一份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白鹿的真诚与演技，以及整个剧组的用心，让这部作品成为了我们心中永恒的经典。让我们带着这份感动继续前行，在未来的日子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北上之路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2. 北上大结局，华子望和轮渡大婚，马思义回归，阖家团圆。在电视剧的广阔天地里，总有一些作品能凭借其独特的魅力，深深嵌入观众的内心。北上便是这样一部佳作，它以京杭大运河为宏大背景，徐徐展开了一群运河沿岸少年的成长画卷。从他们年少时的相知相伴，到成年后在繁华都市的摸爬滚打，再到最终的回归与众聚，每一段情节都扣人心弦。如今北上迎来了大结局，其中夏凤华病愈，马思义回归，谢望和功成身退的情节，宛如一场深刻的人生启示录，引发了我们对于人生选择、金钱与生命价值的深度思考。夏凤华，这位从运河边花街走出来的坚毅女孩，无疑是剧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高中毕业后，摆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看似安稳的选择留在花街做电商。以她的能力，在花街挣得一份可观的收入并非难事，甚至可能比在北京闯荡轻松得多。然而，爱情的力量驱使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北上，追随谢望和的脚步。这一选择注定了他要踏上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。在北京这个人才济济、竞争激烈的大都市，没有学历的夏凤华只能从最底层的工作干起。他刷过盘子，洗过碗，那些脏活累活他都咬牙坚持了下来。每一滴汗水都是他为了在北京站稳脚跟而付出的努力。终于，他攒够了一笔钱，盘下了一个快递点，算是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。然而，命运似乎总爱编织曲折的剧情，将玩笑开在勇敢者的肩头。初涉快递领域的她，一个柔弱女子，竟要挺身而出，引领团队与那些粗犷的汉子们据理力争，只为守护那一方小小的领地。好不容易，快递站点在他的坚持下稳若磐石，但时代的洪流却从不停歇，行业的巨变如同翻涌的波涛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快递的风潮悄然退去，而外卖行业的旭日东升，又为他的征途添上了新的荆棘。面对外卖界激烈的人才争夺战，夏凤华每日里心力交瘁，仿佛背负着千斤重担，步履维艰。长期的奔波与精神上的重压，终是如秋风扫落叶般侵蚀了他的健康根基，一颗不幸的肿瘤在他的脑部悄然生根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风暴，夏凤华首先选择了沉默与隐忍。她像一只受伤的孤雁，独自蜷缩在叶的深处，默默舔舐着伤口。她选择了保守治疗，这并非是对生命的轻言放弃，而是她以一种深沉而细腻的方式，守护着那份珍贵的亲情与友情。她不愿让亲朋好友为她担忧，不愿让愁云笼罩在他们心头。于是，她用自己的坚韧与温柔，为这份情谊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屏障。在这场与病魔的较量中，夏凤华以她的方式诠释着何为坚强，何为爱。然而，纸终究包不住火，这件事还是被亲朋好友知道了。在大家的劝说下，夏凤华接受了手术治疗。幸运的是，手术成功了。夏凤华的经历让我们深刻地看到了生命的坚韧。她在困境中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，无论是在北京拼搏的日子，还是与病魔抗争的时刻，她都展现出了一种顽强不屈的精神。她的选择告诉我们，生命中最重要的并非金钱和物质，而是那份对生活的执着和对身边人的关爱。马思义，这个身世成谜的女孩，从来到花街的那一刻起，就因其异于常人的外貌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。在花街的日子里，
他与谢望和、星驰、海阔等少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然而，高中时期的一场意外让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故，弟弟和奶奶相继离世，他也因此失踪，离开了花街。多年后，当大家在北京各自为生活忙碌时，马思义却踏上了前往意大利探寻马福过往的旅程。这一旅程对于马思义来说，是一次探寻自我根源的过程。他在意大利深入了解了自己的来处，明白了自己的身世和家族的故事。这一趟经历让他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，也让他的内心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。最终，马思义选择回到花街。他的回归象征着对初心的回归，对那份童年纯真情谊和故乡温暖的眷恋。在经历了外面世界的种种后，他深知真正能让自己心灵得到安宁的地方，还是那个充满回忆的花街。他的选择体现了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无论走得多远，都不应忘记自己的根，都要找到那个最初的自己。谢望和大学毕业后从基层做起，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，一路做到了蜜蜂的高管。他在工作中推崇狼性文化，为了提高海淀区蜜蜂在市场的占有率，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，压缩外卖员的配送时间。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极大地提高了市场占有率，但却埋下了隐患。外卖员小何在配送途中为了抢时间闯了红灯，最终出了车祸，失去了生命。这一事件让谢望和成为了众矢之的，在邱总等人的暗中操作下，他最终被开除公司。然而，这一切其实是孟总和谢望和设的一个局，目的是找出潜藏在海淀区的内鬼，从而顺利完成公司上市。待内鬼被揪出后，孟总邀请谢望和回归。此时的谢望和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选择。他得知了夏凤华得病的消息，为了陪伴夏凤华，他毅然放弃了大好前程，功成身退，陪夏凤华回到了花街。谢望和的这个选择，无疑是对爱情的坚定守护。在他眼中，金钱和事业的成功固然重要，但与夏凤华的生命相比，这些都显得微不足道。他明白，在人生的长河中，有些东西是金钱无法衡量的，比如爱情，比如陪伴。他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了在物质诱惑面前，人性中那份珍贵的坚守和对真爱的执着追求。北上的大结局，通过夏凤华、马思义、谢望和等人的不同选择，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，而这些选择背后反映的是我们对生命价值的认知。金钱在现代社会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，它可以为我们提供物质上的保障，让我们享受更好的生活。然而，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在生命本身时，会发现生命中还有许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。夏凤华在面对病魔时，选择独自承受，她在乎的是亲朋好友的感受，这份亲情和友情在她心中的分量远远超过了自己的病痛。马思义放弃外面的繁华，回到花街，他追求的是内心的宁静和对自我根源的认同。谢望和放弃功成名就的机会，陪伴在夏凤华身边，他用行动诠释了爱情的伟大。他们的选择都告诉我们，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金钱，而在于我们如何去爱、去感受、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常常面临着各种选择，是追求金钱和物质的富足，还是坚守内心的信念和情感？是为了事业的成功而拼命奋斗，还是停下脚步，陪伴在家人和爱人身边？北上这部剧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，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，思考生命的真正意义。愿我们都能像剧中的人物一样，在人生的道路上做出正确的选择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生命价值。